又是整整1年啊！去年我觉得最特别的折叠屏 OPPO Find N 终于换代了。哎，等等，那首先为什么我需要一台折叠屏呢？这么说吧，如果折叠屏的实际水平能达到直屏手机的8、9成，那我觉得折叠屏那真是香爆了。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折叠屏是伪需求之类的，其实我不这么觉得。折叠屏确实有很多独到的优势，之所以推荐的少，是因为之前几年离实用性确实是有一点距离。但 OPPO Find N2 Flip 让我觉得，哎，或许那个节点到了。哎，竖折的优点，重点就是那个折。竖折以后的大小呢，折起来就跟一个气垫差不多大，拿在手里面就会有那一种很精致的感觉，这种感觉有点难以形容哦。这么说吧，从兜里面掏出来一台 Find 和从兜里面掏出来一台 OPPO Find N2 Flip 的感觉，可爱捏。这大小想要塞进任何一个包里面都毫无压力，甚至因为屏幕是直接折在里面的，反而保护性还要比普通手机更强。而且这不可爱吗？不只可以放个图片，还可以放 GIF。如果要买 Find N2 Flip， 全部都给我用我的壁纸，图片我放评论区啦，你们自取凹。另外一个点是啥呢？悬停。其实我倒是不觉得真的会有人把它放在这种地方拍照，那真的能看吗？或者是必须要立着用之类的。对我来说，悬停算是铰链做的好副产物，实用价值有，但是没那么大，反倒是有个隐性的优点还蛮好的，就是屏幕比例。其实现在屏幕没有再往大做，那不是不想，但是没有办法，人手能抓的这个宽度就那么大，再大那就搞不定了，所以才说什么 iPhone 30嘎嘎长，没有说嘎嘎宽的，对吧？哎，这折起来了，长度就顺理成章的上去啦。所以一般竖折屏的比例都是21:9左右，这比例舒服哦，看电影能填满那是肯定的。不过更重要的是，任何信息流的软件都会受益，甚至就连分屏都显得有了那么一丁丁实用性，3指一推还挺好使。之前的大部分竖折屏其实都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根本没有办法当成一台正常的手机使用。没错，能当成正常手机用还挺难的。首先就是屏幕正中间的这个折痕，尤其是那台用过一段时间的 Z Flip， 简直峡谷。另外还有一些折叠屏会有一种展不平的感觉，中间是凹进去的，而且每次滑动的时候，经过那个地方就像过减速带一样，空击一下。这次 Find N2 Flip 不能说是完全抹平吧，手感上是影响不算大了，屏幕也没有那种凹进去的感觉，电池终于突破4000毫安了，4300毫安时怎么说呢？哎，比 S20 电池大呢。更夸张的是，整到这种程度之后，整机的重量还是只有191克，这比很多直屏旗舰还要轻不少。怎么说？这不是手感、视觉、续航，既要这个也要那个。再看看这个哈苏，虽然折叠屏嘛，拍照不指望顶级，但是这效果，我放几张样片看看哦。怎么样，不差吧？还不止这个，不知道还有没有小伙伴不知道它有这个 X Pen 模式？这个模式是模仿哈苏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宽幅相机，这台相机的比例大约是65:24。别说 Find N2 Flip 的屏幕比例居然意外的合适，很奇妙的快乐。这种模式有时候能拍出很神奇的高级感。拍个地上的影子都没明带感就离谱，而且别忘了它还有个副屏呢，点一下就可以直接在外面用。在这个界面拍照的体验可以说是超级好，又大又清晰，虽然还是有一点点裁切，也远远好过管中窥豹，对吧？就是有个小遗憾，如果折叠的时候喜欢用右手自拍的话，就得翻转过来。哎，所以说我有点好奇，你们一般用哪只手来自拍啊？这块屏幕也是我觉得它好用的一个重要原因。说实话，我第一次听说这种说法的时候，还是挺嗤之以鼻的。小屏幕不好用，你直接弄大是吧？这也太直球了吧！别说，还真好使。首先，你可以设置一个非常好看的壁纸，这块副屏肯定是好好设计过的。图标用的全都是又大又显眼的设计，非常好按。这里面和很多机子一样，横滑就是切换卡片、LED 消息提醒、相机、天气、倒计时，甚至还有个小红书可以在外面刷。后面还会 OTA 付款码，如果想设置一下免打扰之类的，直接下拉点一下就可以了。你说这不是大屏能弄出来？还有个小细节哦，咱们正常的手机 NFC 一般都在顶上，对吧？哎，它也一样，顶上这边能刷，但是折起来之后，这顶上不是刷不到了吗？其实它的这两面都是可以刷的，这样你就不用倒过来盖住屏幕了，真细呀！这么大的屏幕，当然也可以把内屏的应用推送出来，但是这个功能它推送出去之后，一合盖子，屏幕就熄灭了。
那岂不是只能展开着用小屏？而且我本来以为可以用美颜相机之类的，但它其实只能推送它支持的软件，比如说微信这些，并不包含美颜相机。想要整个活打个王者也不行。据说美颜相机后面是要单独适配的，那我只能说，如果后面不继续 OTA 的话，这个功能就只属于拿来玩玩的功能吧。毕竟现在推个行程码也不太流行了。我倒是觉得啊，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屏幕开放个小组件功能，能在这个界面挂一些桌面小组件，既不需要开发者重新适配，还可以白嫖很多好使的功能，对吧？比如说，我就想把滴答清单丢进去。如果真的能实现的话，大家想在外屏上面显示点什么东西呢？其实这台手机让我有种感觉，真的没有太多好说的，这里还不错，那里也还不错，没啥特别突出的，也没啥短板，听起来好像没啥意思，但正是这种看起来简简单单、朴实无华的感觉，就是现在折叠屏的短板。折叠屏手机始终还是一台手机，而不是为了折叠而折叠。这次 Flip 的处理器用的是9000加，就只能说很合理。折叠屏嘛，弄得比较久，不过整体表现还可以，打个王者什么的还是问题不大，但是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幻想。其实这个处理器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大毛病的啊，因为对于这种形态的折叠屏来说，其实续航、轻薄甚至是外观都会比处理器更加重要，何况配合这个售价使用5999起，怎么性能又提升了？就这么说吧，这台 OPPO Find N2 Flip 已经到了非常好用的程度，而且最重要的售价也终于降到了和旗舰机同样的起步价。当然，这售价肯定不是说人人用得起，但是想尝尝鲜已经不再是那么有门槛的事情了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